台湾军方称，大陆企图以灰色地带威胁不但夺台，切香肠完成统一大业，这给我们提了个醒。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台湾地区的伪国防部近日发布了一份国防报告书，这份报告书指出，大陆频繁对台操作的灰色地带威胁具非战非和的模糊性，不仅消耗台湾方面的战力，也动摇台湾民心士气，企图改变或挑战两岸既有的现状。灰色地带威胁这个概念似乎来自美国，其样式呢多元，可分为军事与非军事手段。前者如大陆军机频繁进入台湾岛西南空域，在东沙岛周边有针对性地展开演练；后者呢，就包括民间的快艇冲撞台湾地区的海巡船，以及呢派出抽沙船在台湾周边海域呢进行相关作业等等。台湾军方认为，这类手段往往具有非战非和的模糊性，且未达战争门槛，以切香肠的战术渐进式的升高威胁，运用政军实力塑造有利的态势。我们都知道，完成统一大业最好的方式是和平统一，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采取武力统一的方式。现在台湾军方又发明了一种灰色地带切香肠的方式，也就是通过非战争的手段不断加大对台军事压力，最终呢改变两岸的现状。那么灰色地带的切香肠有可能成为中国完成统一的可选方式吗？似乎还真有这么点道理，但是有几个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两岸的军事实力差距呢不断拉大，而中国大陆和美军的军事实力之间的差距呢在不断的缩小，最终导致美军干涉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台军面临着不敢打出第一枪的难题，而解放军则可以通过不断加大灰色地带的威慑力，最终呢让台湾地区的民生士气出现崩盘。那么怎么加大灰色地带的威慑力，从而达到上述的目标呢？大致可以采取这么几项措施一个呢是在台湾所谓的防空识别区内进行更高强度的对抗演习，甚至是大规模的军演，而且这些军演可以直接演练对台湾东部地区目标实施模拟打击。防空识别区不是领空，即使是领空，台湾的领空也就是中国大陆的领空，这个是没有区别的。何况大部分的防空识别区呢都是国际空域，不管是我们的防空识别区还是台湾地区当局所设置的防空区内实施军演，台军也只能干瞪眼。第二，大陆的水面舰船可以在贴近台湾岛12海里附近的区域实施自由航行。自由航行不是西方国家的专利，中美两军也可以对属于自己领土的台湾岛实施自由航行。不但可以实施自由航行，在这片海域里，我们还可以进行必要的搜救演练，甚至是作战演练。台军同样没有任何理由敢于干涉。第三呢，我们派出无人机，特别是高空高速的无人机，穿越台湾的离岛或者是本岛。何况解放军现在已经拥有了大量的不同性能的侦察无人机、察打无人机。那么这些无人机在属于中国领空的空域进行相应的活动，应该是无可厚非的。通过这样的方式，也能够对台湾地区当局形成巨大的威慑力。同样，中美解放军还可以通过弹道导弹打靶的方式，让这些导弹呢在高空、超高空越过台湾岛，攻击其东部海域上的目标。何况这样的方式我们过去已经采取过。第四呢，通过一些相应的民兵组织来破坏台军对离岛的控制，让台军没有办法有效的反制。我们不用出动解放军或者海警船，但是就可以实施这些相应的行动。尤其是由大陆的渔民
以及相应的民兵组织呢，突然控制某些外岛，这些外岛呢可能是无人居住的，那么我们的民兵或者移民上去了，这也不算是什么战争行为，但是同样呢具有相应的威慑力。当然还有一项措施呢，就是促成金门、马祖等地区的起义和回归，可以想办法通过选举的方式、法律的手段回归大陆，让台湾地区当局无话可说。总之，既然台湾军方害怕这种灰色地带的策略，这说明其效果恐怕还可以。那么我们今后呢，就可以进一步的扩展这种灰色地带威慑的效果。台军到时候要么只能忍，如果有一天实在忍不住了，打出了第一枪，那就是为统一大业做贡献了。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还得感谢台军想出了这么一个好的妙招，为实现两岸的统一做贡献。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